兵不过如此。待会儿大家跟我从鹤嘴杀入，到时候自然会有王谢将军接应。此战许胜不许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福庆，带领左军留下应变，以防万一。听到号角声，马上前来救援。是，大哥。炸！炸！撤！撤！兄弟们，杀！这酒怎么这么涩口啊？再来一坛。将军。还是女儿红好啊，又醇又香，抿上那么一小口，回味无穷啊。将军，岳飞被困，我们得赶紧去营救啊！急什么？这一仗，岳飞要是赢了，那功劳全都是他的，我们只是援兵而已。他要是输了，那就是他咎由自取。他那么爱逞强，我们何不成人之美，让他好好的表现一番？
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全军3000人马被困九龙口，曹贼数万大军已把出路堵死。那王谢的援兵呢？没看到。主事，在，传我的军令，令王谢马上派兵驰援。是。哎，把你们手上的活都先放一放。过来！哎，宗帅让我们赶紧备足干粮啊！是什么事？岳将军这回啊，他就岳将军，我哥怎么了？岳将军可能中了曹成的计，哎，被抓了。哎呀，大师兄怎么去救他？是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？问问你干嘛？哎，祥子，祥子，你干嘛呀？你干什么去呀你？你放下！我救我哥去啊！哎呀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！难道我眼睁睁看着我哥去送死？祥子，你给我回来呀！哎呦喂，这小子！哎，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去吹响啊！快点儿！援军怎么还不来啊？援军不会再来了，请给我定在这打，把他们给我引过来。我突围，破阵而出。好，交给我了，兄弟们，拼了！兄弟们，冲啊！吹号角！吹号角！强子，好样的！起来，跟着我一块儿杀！好！强子，好样的！起来，跟着我一块儿杀！好！
带兵去追曹成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好，兄弟们，跟我上！撤！德公，我来掩护你，你快撤！好，你来断后，撤回大营再说。好，撤！大哥，快来看看祥子！祥子，别说话，坚持住，祥子！祥子，我没给你丢脸，爹爹，我今天怎么样？像不像个将军？像，你立了大功，你是好样的。祥子，走，走。一直以来，岳相一直妄想着征战疆场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吧。祥子，你在我们心里一直就是个将军，大将军。祥子，你的心愿了了，啥也别想了，一路好走。祖熙啊，岳家离这里不远，通知他们来一下吧。是。
了小米粥，来趁热喝。岳大哥，别难过了，岳想他是好样的。小时候，我们一起跟师傅学武。岳翔总是说我不怕死，因为我有个哥哥会保护我。可是今天，我亲眼看见杨再兴杀了他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可是，在战场上，本来就是生死难免。不只是祥子，还有那些弟兄们，他们都把我当作是换命之交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想到他们那一张张脸，有时候欢笑，有时候痛苦，有时候咬着牙，有时候哼着歌。他们也都有家乡，也都有妻儿，可是一夜之间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就散了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，我身上的担子有多重。不是一条命，10条命，而是几百个兄弟家的命。损兵折将固然心痛，可是老天有眼，他们一定希望你能够重新振作，为他们报仇，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会报仇的。我会亲手抓了曹成跟杨再兴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我需要你去帮我监视曹成的动向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马上来向我汇报。但是有一点，你记住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再靠近那个杨再兴。放心吧，就算和他们正面交锋，我也不怕。我说不要靠近就不要靠近，这是军令。知道了。奶奶的，曹州这一仗损失惨重，折了我不少兄弟。这个岳飞果然了得，竟然破了大哥的口袋阵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现在悔出晚矣，要不然我全进了他的人马。大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等咱们重整旗鼓，改日与他再战就是。不能再打了。倒不是我怕岳飞，现在东老头兵强马壮，马虎不得。那大哥的意思是？我们北上，过黄河，去金人的地盘。什么人？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
多谢你，不要紧的。我得赶紧回去禀告岳大哥，别让曹成和杨再兴跑了。你的伤太重，得先养伤。我去告诉岳飞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岳大哥知道我受伤了，要不然他一定会把我赶出太白军的。我先走了。那你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。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，我们再联络。素素，素素，那你去马去吧。好，那你保重。曹成说要带着人马到开德，过了黄河就是金人的地盘。我看，他们是要彻底投靠金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。我们先去找宗帅。宗帅，曹成那边有消息了。据报，曹成、杨载兴已经逃至开德，马上就要渡过黄河了。难道他们要投靠金人？很有可能。末将担心，如果他们一旦渡了黄河，我们想再追就很难了。末将请求再度围剿曹成、杨载兴。许相，不许败！得令。你们干嘛？大哥，这只有这么一只竹筏。这个竹筏太小了，只能乘1人1马。大哥，要不我留下，你带马先走。兄弟，保重。
我们好好比一场。住手！好，来个痛快的！你的武功是从哪里学的？二郎山。什么人教你的？一个老头，无名无姓。你可知道在那二郎山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？那是古战场，死了不少人。不错，大宋名将杨继业杨令公，就是血洒二郎山兵败殉难的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我想教你枪法的，必定与令公有血亲之谊。他躲在山里不出来，然后遇到了你，见你是个可造之才，就把杨家枪法传授给了你。只可惜，他只教了你枪法，却没有教你做人。不许侮辱我师父！我无意侮辱他老人家，只是替他觉得可惜，替他的杨家枪法觉得可惜。我再问你，你的这个姓是原有的，还是改名换姓的？是我师父帮我改的。老师傅指望你学了杨家枪法，再兴天波府的声威，没料到你不曾为了朝廷兴衰而直干戈，却为了杀人劫财而操利器。你把杨再兴变成了十足的杨毛子，愧对杨家将，愧对杨家枪，更愧对如此堂而皇之的名字杨再兴。好了，别再说了。我杀了你弟弟，来替你弟弟报仇。岳翔的死，死于他的鲁莽，死于他的武艺不精。上了战场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这是兵家常事。我恨你，但是我不怨你。我走了。岳飞，我杨再兴7岁习武，10岁杀人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忠义，也不分什么是黑白。可是你的一番话，深深地刺痛了我。岳大哥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
这个人头，以后就归你管了。大娘，到了。娘不在你身边，什么都要小心。你看，这围脖，天气冷的时候就要围在脖子上啊，不要把自己冻到了啊。注意身体吧。祥子，为兄对不起你。娘，孩儿不孝。大娘，杀人偿命。我杨载兴的命给您了。
娘，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杨再兴了。他已经悔过自新，决心为朝廷效力。虽然孩儿心里也恨他，可是两军交锋，各为其主。孩儿求娘以大义为重，为朝廷为民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您不是从小就教我，凡事以大局为重，不是吗？山河破碎，二帝蒙尘，孩儿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大宋，迎回二圣。娘，请原谅孩儿，只能先尽忠，再尽孝。大哥，愿来生我们在一起驰骋沙场。大娘，来生我做您儿子。好，太好了！岳飞在曹州歼灭曹军，10万余步，全归宗泽麾下。哦，这岳飞的能耐可不小啊！是啊，没想到10万大军这么快就被歼灭了。军明啊，则将贤；将贤呢，则兵胜。一切都仰仗天恩呐。你说，你这张嘴怎么天天像抹了蜜似的？老奴啊，天生笨拙，以前呢也没伺候好皇上。我今后啊，一定将功补过。这次岳飞讨贼有功，宗泽功不可没。来，给朕备墨。皇上，您可是要赏赐他们2人？这是当然了。不过呀，依奴才之见，此次呢，只可赏赐岳飞，不可赏赐宗泽。这是为何？其一，征讨曹城，岳飞为帅，依功而论，当赏岳飞；其二，那宗泽声势显赫，民心所向，倘若再加封赏，恐怕他功高盖主啊。故而，不如把那赏赐都给那小小的武修郎岳飞，既显得皇上重视贤才，又能削弱宗泽的势力，岂不一举两得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武修郎岳飞身先士卒，讨贼有功，为万军表率。曹州一战更是功在千古，升迁岳飞为武功郎，另封良田千亩，钦此。谢主伦。
经很不错了。不好了，有位娘娘有子意了，娘娘！又是一个。这一路过来，病的病，死的死，就算是勉强活着，也是生不如死啊！生不如死，好歹还活着。我们和二位皇帝被囚在此地，挨饿、受冻，每天还不断有人不堪屈辱，寻求短见。这般情况下，你觉得我们还出得去吗？我上无父母，下无子嗣，无依无靠，死在这儿也就罢了。这是天意呀！公公，你就这么认命了？不认命，又能怎样啊？孟子早就说了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治而治者，命也。世间万物早有定数了。”我一向都不相信这些的。立足者取乎人，立不足者才取乎神。秦大人，您都被囚在这5国城里了，您有力也无处使啊。我也只是说说罢了。仔细想想，看得开又如何？看不开又如何？我们这些不管是做奴才的，还是为臣子的，原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，可如今皇上都作为阶下囚了，我的就只有一个下场，给皇上陪葬啊！别跑！夫人！住手！大人救命！大人救命！你是谁？我叫秦桧。你就是秦桧？在下正是秦桧。他是贱内。放了他。谢大人。官人。不知秋思落谁家？
这上面写的是：北国漂泊，正西风，恶殍蛮淫，恶横生。草菅人命，无尽时。回望故国，空留恨。此话怎讲？这是说，今日大兴不义之时，伐无罪之地，又横辱宗室族人，将我们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吴国城里，食不果腹，衣不御寒。这样做，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，恶贯满盈。这就是你们晋人对待战俘之法吗？那我请教你，我晋人应该如何对待战俘，才能不被后人所诟病？大人，既然是请教，敢问这里是你们晋人向人请教说话的地方吗？这个秦桧有点意思啊！秦大人，请恕在下照顾不周，今日略备薄酒小菜，不成敬意。咱们边吃边聊，请。秦大人，这是……这饭我不能吃。这是为何？如今我大宋的皇帝还在忍饥挨饿，我身为臣子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独享这饕餮之宴？好，即使我向秦大人请教，那我也不吃了。秦大人，我倒想听听看，我们今人怎么就行不义之事，伐无罪之地了？在大宋与大金这场战事之中，大金下错了这盘棋，走错了一步，继而一错再错。楚河汉界本来就是泾渭分明，相安无事。赵宋王朝开立以来，功德基业，比隆汉唐。可是你们晋人却无缘来犯，这就是行不义之事，伐无罪之地。这越了河，坏了规矩，这是第一。退下，你说下去。你们晋人起兵掠地，可否想过，泱泱大宋，神州万里，那需要多少兵马，多少时日，才能全部拿下？更何况，大宋朝中还有忠臣良将以死相抵，那你们晋人又何以在朝夕之间得胜而归呢？自古太平出盛世，可是现在两方对垒，战火纷飞，这岂是长治久安之法？此为第二错。你继续说。为了安定宋土，晋人
立了张邦昌为傀儡皇帝。可是他非赵氏之后，也非皇室正统，篡位屹立，何以服天下百姓？你本以为可以安定民心，却反而激起民愤，最后落得他自求一死，此为大错特错。那依你之见，今宋该如何是好？和则天下太平，百业昌盛；战则两败俱伤，民不聊生。那你说怎么做才是上策？以和为贵，坐享其成。以和为贵，坐享其成。好，我也正有此意啊。不过，我军主帅詹韩掌权，他认为只有武力才能征服天下，皇上也听不进去我的话。可否让在下一试？娘娘，他们来了。二太子请留步，恳请大人发发善心，赐我们过冬衣被，不然没有人会挨得过这个冬天的。求大人了，求大人了。请娘娘宽心，微臣正在斡旋。谢大人。我们走。宗帅，你找我？朝廷下诏，让我捉拿钦犯。这儿有一份名单，你拿去看看。宗帅可是要我去办此事？这上面有一个名字，你要谨慎办理。谁？梁再平。两军交战之际，临阵脱逃，其罪当诛。梁再平是梁红玉的弟弟。朝廷此次下诏，让我们去办理此事，恐怕是别有用心呐。梁再平现在在韩世忠的军营里服役，如果我们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对韩将军有所顶撞，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。你的武功、修为都属上乘，我怕你年纪轻轻，沉不住气啊。宗帅放心，末将会妥善处理此事。好，你去办吧。报告将军，宗帅部下岳飞求见。末将见过韩将军。免了。今日所为何来啊？在下奉宗帅之命，来向韩将军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梁再平。梁再平是我军中部下，你要他做什么？这是朝廷捉拿钦犯的诏书，请韩将军过目。
当日，金人南下，汴京失守，宋军溃散，梁再平侥幸逃脱，但无军可投，只得回降，怎么算逃兵？岳飞，回去禀告总帅，说明缘由吧。在下只是一名武功郎，定罪一事，还得由朝廷定夺。今日在下是有军令在身，还请将军不要为难末将。你可知道，从我帐下拿人，谈何容易？来人，布阵！早就听说你岳飞武艺超群，如果今日你能破了我这五行阵，人你可以带走。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智，窈窕刺裸，顺利逆行，剑走偏锋。剑阵托自奇门遁甲，用的其实是障眼法，将一套剑法分由几个人共同操练，把敌人围在中间。剑阵流动，同时出手，密不透风，威力无穷。一个精妙的剑阵，能抗击万千军马。师傅，那剑阵如何破解？所有的剑法，强弱互参，必有其弊。记住，精心一念，不为所惑；观其行，锁其力；唯心一事，断其意。
说吧。来，喝了这杯中酒吧。岳飞，你来我营中抓人，而且抓的是韩某的七弟，这在我营中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韩某呢，本想刁难于你，不过你破了我的五行阵，我佩服你的武功和胆量。梁再平之事，我想为他求个情。现在江山不稳，社稷飘摇，朝廷也是用人之际。梁再平是我的得力干将，我想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韩将军，此事岳飞做不了主，岳飞只是奉命行事。如今朝野混乱一团，各地政令不通，为何拿我开刀？我听说宗帅一心想着北伐大计，这个时候拿我开刀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岳飞听说的倒是，各路大军拥兵自重，不从朝廷号令。自靖康之后，军纪日益败坏。韩将军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若您能亲为表率，何愁北伐大计不成？听上去蛮像宗帅的口吻，不知道是他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想出的来糊弄本帅？岳飞不敢胡言。靖康之耻，亘古未有，如此奇耻大辱，任何一个胸怀热血的大宋男儿，都应该以收复失地、赢回2圣为己任，否则，我们还有何颜面存活在这破碎的山河之上？将军不用再为难他了。既然岳飞心系社稷，咱们也不是不明是非之人。虽然再平是红玉的亲弟弟，红玉也不会以私事而非公法。3代坚信军法而遭难。再说，再平又是梁家独苗，为父怎么能忍心看到梁家绝后呢？只要行得光明磊落，梁家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，也会为再平感到骄傲的。多谢韩将军、韩夫人深明大义。岳飞回去之后，必将实情禀报给宗帅，请宗帅为梁统治求情，争取从宽发落。传梁统治进来。是。
韩将军，岳飞得罪了，自干一杯谢罪。且慢。早已将马革过失视为儿常。可事到如今，韩某还是逃不过这个情字。岳飞啊，我等与这些如狼似虎的金人作战，有几个能活得下来的？今日我夫妻二人与载平是绝命，与你可能也是绝命。来人，看，上酒，上好酒。是。喝了这碗酒，算是见信。谢韩将军。果然是好酒。岳某生平第一次喝到这么好的酒。哎，不用带了。拿着。夫人放心，岳飞一定会把梁再平回到军队服役的事实向总帅说明，总帅一定会妥善处置。多谢。将军，姐姐，弟弟若是不能回来，请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金寇，将金寇赶出咱们家乡。岳兄弟回来了，辛苦辛苦。梁同志请到了。岳兄弟，你可真不容易，王死城先走了一遭。托大帅的虎威，这枷锁还是韩夫人亲自替他戴上的，交与大理寺处理吧。好，来，压下去。也就是你。换了别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？
一言难尽。还有些事情，我要亲自向大帅禀报。好，你让我连结河北、河东的忠义之士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有120万。李相来了。这些人两个老的见面就吵，这会儿越争越火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大帅的身子骨不易再生，必须给我足够的争来伤粮饷。是啊，可是他们能听咱们的吗？哎，早晚得争出事来。争来争去的，争什么呢？哎，还不是老掉牙的问题。老帅主张北伐，李相主张固守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其实这些事儿也用不着争。作为军人而言，伐得了伐不了，都要北伐；作为朝廷命官而言，守得住守不住，都要固守。职责所在不同，自然所报的主张也有所不同。我们现有的粮饷，朝廷都不够用，我上哪儿给你弄120万呢？你不给我粮食，我拿什么去北伐呀？子时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我们现在有时间从长计议吗？你到城墙上看看，哼，金人的旗帜就要飘到这里来了。总帅，你别着急呀，金人是虎，我们也不是羊啊。他们想要一口吞下汴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现在金人士气正盛，我们此时北伐还是太冒险了。我以为还是先固守边境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在燕赵之地，一步步的稳稳的走。两位皇帝，已经一步步走到冰寒之地了，我们还在这想着稳，还想一步一步的走。呵呵，要是这样，大宋早就有衰亡之嫌了。总帅啊，慎言慎言。我知道，你不敢说这句话，可是你的心里没有这种担忧吗？难道我们的皇上愿意被金人凌辱吗？哼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我上了那么多的折子，皇上每次批下来的都是那几个字，什么审官行事不宜妄动了，什么仍宜持重，先不要挑衅了。其实这几个字都是出自你口。就算出自我口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你千方百计拖住皇上的腿，不想让皇上做北伐之想。哼，我要是不了解你的处境和苦心，我会把你当作金人的奸细来看。总帅呀，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苦心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拿什么钱北伐？北伐伐成了，咱们能在上京守多久？北伐伐不成，金人漫山遍野滚滚而来，咱们还能向南方跑多远？你若不伐，你怎么能知道成不成呢？怕这怕那，军心早就乱了。亏你还是个老行伍，打仗取胜关键在一个算字，不算准了，土法无功，只能让老百姓受罪。算尚且不知算，不会算，不经言语算，算，整天你算去吧。老夫我撂着一句话，我活着，忠义之君可以筹到100万。我要是两眼一闭，两腿一蹬，忠义之君就会七零八落，一哄而散。那是你把自己看大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哼，是吗？你躺下了，不必守，领导北伐的人前赴后继多的是。你让我看明白，队伍在哪儿，粮饷在哪儿，河北河东的忠义之士在哪儿？我还是那8个字，听候指示，审夺前进。好，审夺前进，不就是严禁前进吗？李纲啊，你就是让金人吓破了胆子。有你这个窝囊废的李纲，大宋还想什么迎2圣回京啊？还想什么收回故土啊？还想什么？总帅呀，来，喝口水。来，总帅。来，喝口水啊！看你
哟，大哥回来了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此行怎么样？韩世忠夫妇倒是深明大义之人，不过那个梁再平，倒是颇有些冤枉。我已经向宗帅禀明了，宗帅当即表示，要替梁再平讨回公道。哦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老帅连上了24道折子，有的被李纲拦着，有的被汪伯彦拦着，有的被皇上给退回来了。宗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。老帅年岁大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怕是挺不住啊。哎，咱们能不能想法子去帮帮老帅？可咱们人微言轻，使不上劲儿啊。哎，我有个主意。老帅一马当先，咱们咬着他的马尾巴过河，来个出其不意，先斩后奏。那怎么行？我看不妥啊。在归德的时候，皇上找我闲聊，让我多方面打听民间的消息，写信给他禀报。我琢磨着，我可不可以给皇上写一封信，告诉他民间对北伐的想法？好啊，大哥，你写，俺给你夜行800，保证送到皇上手里。嗨，想当初这皇上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可能是一时之感慨。可现在他当上了皇帝，你们想一想，一个武功郎给皇上上书，于情于法，似有不妥呀。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现在要紧的是要讲实话。皇上身边没有人敢讲实话呀。他现在被困在汪伯彦之辈的手掌心里，那能有什么长进？有什么见识啊？哼！老帅要是被人欺侮，我牛伴第一个不干。不错，那万一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眼下我军士气正旺，金军望而生畏，可朝廷却使出这样一个拖字诀，助他人而劳我师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军心必散。管他妥不妥，先写了。陛下已登大宝，社稷有主，以足伐敌之谋。而秦王之师日急，彼方魏武速入，以乘其待击之。冬季将临，二圣身陷牢狱，暗无天日，几千宋俘食无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苦不堪言。皇上，汴京留守800里加急。啊，原来是岳飞给皇上的书请书。可是这武功郎怎可给皇上写书请书啊？可能是岳飞他遇到了什么难处，要朕为他做主啊。来，赶紧念给朕听。遵旨。陛下已登大宝，梨园有规，社稷有主，已足以北伐金人。目前秦王之师日益壮大，兵势日益强盛。今人以我大宋素来积弱，未必能敌。我军正以乘其不备而击之。你说岳飞这个小子，真是近墨者黑呀！跟老帅当差不久，
连说话的腔调都像他。而李纲、王伯彦被说继续。而李纲、王伯彦被不能承陛下之意，恢复故疆，迎还二圣，奉车驾日以南，又令长安、淮阳、襄阳准备巡幸，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，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，虽是将帅之臣，戮力于外，终无成功。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。这说的不正是你们二位吗？为今之计，莫若请车驾还京，罢3州巡幸之诏，承二圣蒙尘未久，鲁学未固之际，亲率6军以礼北渡。如今天威所临，将帅一心，士卒坐骑，中原之地指日可复。这哪里是岳飞所上之书啊，根本是老帅所上之书。亲率6军以礼北渡，写得如此雄浑，如此悲壮。看来就算是老帅亲自执笔，也不会比岳飞所上之书高明多少。哼，说我们2个不能承陛下之意，不能系中原之情，那谁能呢？难道是那个老糊涂宗泽吗？他能行吗？李纲，你对此书有何看法？子非鱼也，何以知鱼之所由也？臣一生所求是仰能朝天，俯能立地，一生毁誉，岂是年轻气盛的岳飞所能辨明的？岳飞不过是区区武功郎，竟敢如此之诋毁朝廷命官，此风一朝廷永无宁日啊！这皇上，臣以为岳飞祸心萧墙，死罪之至，所以请皇上明断呐。皇上，岳飞虽年轻气盛，却不是宗泽一人钟爱之岳飞，而是大宋行伍之中千万少壮校尉所推崇之岳飞。贸然处死岳飞，势必引起军中巨变。皇上万不可为一则奏闻而轻易触动杀机啊！那李大人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表其忠心，批其越职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如此处置啊！如今陛下刚似我朝之大统，不任陛下法统之人大有人在，我看这岳飞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口口声声喊什么老皇上，在他眼里只认老皇上是他主子，而没认皇上您是他的主子呀。从古至今还没有5人猖狂之风，那些大将屯兵关外，使得皇上用令不行。哎，大将也就算了，可他小小武功郎也胆敢指摘朝政，如不严加管束，以正视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当初金兵立张邦昌的时候，徒儿秦桧为了抗争迁民，反被掳去北方。他在誓言书里写道：“临危受命，举能圣贤。”这是优劣之事早已定论的。日前尼玛河之惨案，金兵四起，乱箭穿身，危在旦夕呀！突然，彩光闪现，祥云升起，一匹白鹅银驹飘然落地。九爷
跨上神驹，一飞冲天，神迹相助，顺利脱险呐！此乃天照啊！昭示了九爷乃是九五之尊呐，嫡传之位永固啊！这事，朕是知道的。秦大人忠心可见，他现在的处境，朕亦代为惋惜。皇上，臣还有下文呐。臣听说啊，这个岳飞在军营里到处造谣，说没有你马河之事啊，说这些都是他的功劳啊。所以皇上，他言下之意是说你法统不正啊。皇上，不知天马为何物，还能知道什么是车驾还京，罢三州巡幸之诏吗？岳飞他不明事理，朕不能不明他的忠心。朕不杀他，也不能留他。把这封信送给宗泽，让他对青年校尉严加管束。皇上圣明。大帅，您就替岳飞说说情吧。怎么说他也有护驾之功，怎么能说免就免呢？宗帅，您就饶了岳飞吧。哎，是啊。那个不就是那个兔子死了把狗给煮了吗？再说了，今人那些兔子这还活蹦乱跳的，这就把狗给宰了。说什么呢？说谁是狗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谁要是跟岳大高过不去，那谁才是狗呢？行了，都不要说了。宗帅，不能让岳飞走啊！军中不能没有岳飞，大宋不能没有岳飞啊！岳飞屡建奇功，还救过我的命，您忘了吗？宗帅，求您了！宗帅，求您了！都给我站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么能说跪就跪呢？起来，起来呀！宗帅，求您了！如果我能救岳飞，难道老夫不会去救岳飞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如果没有人救岳飞，岳飞的脑袋早就到地下了。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是非曲直，你们记住，在朝廷，那黑白是可以颠倒的。宗帅说的对，是我们不懂官场，不懂朝廷。宗帅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，兄弟们就不要再为难他老人家了。都快起来吧！都快起来吧！我去你的！奸臣当道，还打什么两仗啊？大哥，我也不干了，我跟你回家种田去。走，大哥，走。杨再兴还反了你了！你这是军人的言行吗？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，是狠狠地打50军棍。放开我！杨再兴，放开！大帅，是我岳飞教导无方，岳飞甘受这50军棍。大帅，手下留情，兄弟们，别会上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少给我在这多事！来人，拉下去打！放开我！奸臣当道，还有天理吗？奸臣当道！宗帅，给个教训罢了，您还得留着他打金人呢。算了，
你们把他带下去。你要记住，在我的军中，就要守我的规矩。你们都走吧。大哥，大哥，走啊！大哥，走。宗帅，岳飞这就走了。这些日子，承蒙宗帅您的教导，岳飞受益良多。岳飞走了之后，您老要保重身体。您的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喝酒了。走吧。走吧。不识轻重，使我损失了你这一员猛将啊！你说，老夫能不生气吗？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啊！不能尽忠，还能尽孝，不坏。兄弟们，
谢兄弟们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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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呀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是弟兄们凑的一点意思，就算是对岳母的一点心意吧。哎，不，这可不行，这个不合适。哎，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大哥，你看，这只最大的箱子啊，是宗帅送给你的，收着吧。就是啊，大哥，我看老帅啊，也是敷衍皇上，等过不了几天，还会把你给请回来。哎，就是，大哥呀，就当是宗帅给你放了个大假，让你这个大孝子啊，回家看看老娘去。谢谢兄弟们。杨毛子，大哥。疼，大哥！你那几十军棍伤得不轻，要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没事。我走了之后，你给我好好听宗帅的话，不要再说那些丧气的话。日后如若再有机会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知道，大哥，我等你回应。岳大哥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军营实在不是你们女人家待的地方，你还是回家去吧。继续去找梁小哥，跟他一起发动民间力量，辅佐宗帅。岳大哥，你们不要再送了。岳飞就此告辞。岳飞辜负了众位兄弟对我的信任，对不住了。需要多坚强，才能够如愿以偿？还有梦，我就敢和一切对抗，因为鲲鹏总是属于最远天边的那方。你愿意，我就要带你去看看。放弃也许比较简单，但困难让我更要自强。我宁愿相信人们比世界善良，只是他们不懂我们对未来的想象。飞跃的心，要不要？我的双手就是我自己的翅膀，万水千山，你相信我就可以飞翔，飞翔。年轻只有这么一趟，该哭当哭，该笑当笑，快意人生，我什么都想尝尝。草民岳飞，请相国大人安，请招抚使安。哦，老相国知道你今日赶回汤阴，特意来此地等你，要与你杯酒送别。草民莽撞上书，罪有应得，请相爷宽释谨念。你直言上书，勇气可嘉，老夫喜之不喜呀。你说什么罪有应得，只是把老夫列于汪伯彦一辈，这是老夫有意质辩的地方。哦，两位，我们庭中叙话，请，请。靖康之耻，北迁之恨，人人有份，你我也不例外。
如何雪耻弥恨，你我各有所思，各尽其职。你在营地之干戈以慰疆土，老夫在朝廷补偏救弊，以安社稷。老夫不知你所劳，你也不知老夫之苦。你与老夫之间有所误会，理所当然，不足为怪。谢相爷不怪岳飞妄言之罪。老夫敬你是一员猛将，你去职罢官，这与时下急需为朝轮才的宗旨全然不符。我等虽有不平之心，却无回天之力。看着你怆然而去，不但招抚使为你抱冤，就连老夫也过意不去。这段公案尚未了结，老夫希望到头来，你能争个公道，老夫能争个理德。今后，无论草民何去何从，相爷这番嘱咐，当永铭心头，不敢少忘。日后之役，终不能免。武将以刀枪应战，文臣以笔墨御敌，两者相投，其利乃见；两者相悖，其害乃现。一个有为青年，即文武一身，即增其利耳，免于其害。切望你回家之后，练武之余兼修笔墨。老夫在入关之前，再与你谋一面之缘。如果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日日新的岳飞，那老夫就可以闭目无憾了。来，秀才人情酒一杯，咱们干了上路。来，干！干！娘，好了好了，别站着，进屋说话。好，进屋。好，进屋了，走，进屋了。走。哎呦，慢点啊！平安呢？在娘房里呢。画画呢？我在相州的时候，看到一家店卖画笔不错，就买了几支，送给你。这双手原本该抚琴握笔，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我岳飞的错。你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娇小姐了。你的玉佩呢？
家里缺钱，拿去当了。那可是你娘留给你的，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？不过就是块石头嘛，又不能当饭吃，不要紧的。我给你画个什么？射箭射的是别人，但敌人是自己。敌人是很小的目标，自己才是难以克服的大山。岳飞啊岳飞，山岳在前，飞在后。你不战胜你自己，你大鹏鸟就永远压在山岳之下，飞又从何谈起？所谓万人敌，最后敌不过的是自己。我这次罢官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来泡泡脚，解解乏吧。想你师父了？别想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。对你们男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天下；可对我们女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全家上下都要靠你一个人操持，你辛苦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你也一起洗吧。你们两个小鬼也来凑热闹啊！孩子们都睡着了。闭上眼睛。好了。
家里还缺钱用呢，何必急着把它赎回来？答应我，以后不管碰到什么困难，不许再一个人扛。你要告诉我，这个玉佩是保你平安的，以后不许再让他离开你。启禀皇上，秦桧连夜写了一份奏表，恭请皇上御览。什么叫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啊？以长江为限，南边归赵构，北边归皇上。哦，找死啊你！臭小子，你大宋早晚是我们大金的囊中物，我用得着你让啊？呀，你哼！来，吴主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养虎为患，杀赵构方能安枕。皇上，秦桧雌学兼茂，才华卓绝，在赵构跟前也是名能人。他知情多，主意亦多，皇上可重用之处必多，恳请皇上给他一个机会。过来。哦。皇上，如我想禀。讲吧。皇上，其实划分的
可以再谈谈。可是，两方交战，即使实力悬殊，也一定会各有损伤的。战事旷日持久，对国力也会有所牵制。如果能够不战而得其利，岂不是上策吗？你能让赵构乖乖的把土地交出来吗？秦桧愿意一试。那好，你现在就给他写封信。他的父母和妻子可都在我大金，是让他缴械投降，不要再做抵抗。是，一家人到这里团聚，岂不是挺好吗？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起来吧，只希望你把大金的事办得头头是道，不枉费了这一番重新做人的好机会。是。听说赵构的老婆在这里，啊？是，哪一个是啊？不能便宜他，是吧？啊！怎么样，见到大金皇帝了吗？他说什么？见到了。赵构皇帝，他要我写封书信给康王，劝他早日投降。写书信有何用处？康王要是顾及父母妻子，当初他就不会不救汴京。我也知道写这封信没用，我的字在大宋能够识得的人颇多。他日你我若有望南归，这封信一出，天下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不过现在不行，现在这个容身之地也是住不久的。既然身在大金，就只能仰人鼻息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先过了这劫再说吧。我在想，这封信如何能写得妥帖些？这就要看官人你的这支笔如何妙笔生花了。我给你磨磨。动笔吧。故而大金皇帝命罪臣上书皇上，勿妄动边歌，否则二圣以及皇上母亲、妻子性命难保。罪臣不得已写此书信，望皇上能够明辨当下时事，勿被某些头脑发热之大臣所误，取兵北伐。若如此，胜则不足喜，败则实堪忧。罪臣秦桧叩首。皇上您可要节哀呀！
这普天下大宋的子民还都指望着您呢，皇上，您要多保重。现在朕的父母正在北方受苦，朕虽为九五之尊，却无能为力，倒还被金人拿着这封信来要挟朕。你说，朕还算个什么皇帝？皇上，那还是汪大人他们说的好，古往今来，大圣大贤莫不出自困境和逆